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中国的流量明星曾经有多恐怖？以10年前的当红炸子鸡鹿晗为例，2012年他在社交平台随手一条动态，粉丝评论数量就破亿，因此创下吉尼斯纪录。2016年他在街头摸过的油桶，慕名而来跟油桶合影的人排队最长超过300名，妥妥的一呼百应，红到发紫。流量明星的当红法宝不外乎投粉丝所好，主要讲究颜值气质，好看是第一要务，营销是必备手段。也正是因为如此，2018年我们才被杨幂一张海报震撼到了。她皮肤粗糙，毫无妆容，鼻孔略略外翻，电影宝贝儿杨幂的形象与平时美美哒的自己相去甚远。角色也是一个先天患有无肛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无论妆容还是人设，都与杨幂过去营造的仙女形象格格不入。显然，这部电影不是想要讨好粉丝，而是杨幂意图转型的作品。但天不随人愿，宝贝中杨幂不惜自毁容貌人设，并未换来口碑。网友证明演技不需要扮丑。平心而论，杨幂在片中的表演虽然算不上惊艳，但也不差。人们却为什么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她？流量明星就是演不好电影。无独有偶，时间来到2023年春节档，同样是流量明星的王一博也遭到了杨幂的同款口碑。电影《无名》，不少观众把王一博归到了演技不好、拖后腿的阵营，甚至很多人还没看就先被王一博的名字给劝退了。不仅如此，春节档期间各家电影都在卖力宣传，其中包括无名剧组也在努力地进行线下宣传。主演之一的王一博在线下活动时频繁被问到问题，回答捉襟见肘，被网友扣上了文盲的帽子。回顾王一博这几次的线下被提问，首先引起热议的就是穿越到电影那个年代，遇到他所演的角色会对他说什么。王一博简单考虑了一下之后，给出了一个看似很冷酷的回答。首先，我觉得这种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不会想说什么，我们也不会见面。说完，观众席的粉丝们集体欢呼，认为王一博的回答简直太酷了。但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吗？回想一下我们初中时候的假如你是李华，或者高中时期遇到的某朝代的历史人物会怎么办？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在考察一个人的认知水平和应变能力，结果被粉丝洗成了思考这种问题没意义，只能说文盲与文盲双向奔赴了。而王一博可是主演，演了那么久，最起码该对角色有一定的认知。但是王一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酷酷地回答这个问题没意义。现场王一博又被问到叶先生这个角色在塑造时身上最难捕捉的点是什么，王一博直接被问懵了，沉默了好几秒。现场有的观众不禁笑出声，最后实在憋不住了，王一博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主持人问王一博拍《无名》收获到了什么，王一博先是干咳了一声，然后感谢了一波导演，说自己收到了好的习惯、好的审美，收获到了什么是电影，怎么看电影。这几句回答还算流利，但是说完之后，王一博就卡壳了，直接对着镜头说：“哎呀，想说什么？”此时记者发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声，突然忘了，就真的忘了。这段采访曝光后，同样引来了网友的调侃。像这种采访都是对过提纲的，提前备好或者想好回答，不要求一字不落，大概意思准确就行。结果王一博一卡壳，这自己不会说不要紧，但是起码背一背稿子，记不住也无所谓，就此打住，也比直接说我忘了体面。对于以上这些比较基础简单的题，王一博都没能对答如流。稍微带点学问时的问题，王一博的回答更是捉襟见肘了。路演现场有观众问，导演让王一博一个人独处1个星期，还塞给王一博很多书，那么这些书哪一本书让王一博印象深刻呢？可能是没听懂问题，王一博反问：“你说是待1个星期，我怎么就收到了这些书了？”紧接着现场哄堂大笑，观众也只好再次解释，是想问导演给了王一博很多书，这些书哪一本印象最深刻，对后面拍《无名》给到了启示的作用。
结果王一博跳过了读书的这个问题，回答自己更多的感受就是7天里的感受。7天里看了很多电影，更多的是独处安静。回答得很好，就是没回答问题。对此有网友直接调侃，程耳干脆给他送2本书，一本新华字典，一本中华词典。但是又有人爆料称自己的爱人采访过王一博，不认字也不会拼音，看来这样子字典也救不了了。复盘这几次的回答，不难发现王一博被扣上文盲的帽子并非网友故意玩梗，而且扒一扒王一博的学历也只有高中，曾就读于韩国首尔翰林艺术高中，后续没有再继续修学业了。低学历的后果就是王一博成名之后经常闹出文化方面的笑话，最有名的到此一游的游不会写，除此之外还有把湖南当成城市，神断句，把孩子口语好学习棒断成孩子口语好学习棒，放肆说成放西，念错人名，把烟许家说成烟雨家，念台词急急如律令的律不认识，还是旁边助理帮着提示的。复盘这一圈下来，得出一个不变的真理，人没有学历不怕，怕的是停止进步和思考。细数王一博出道以来的那些文盲名场面，圈内已经开始脚趾抠地了。而他也并非娱乐圈的个例，原4大流量之一的杨洋闹出的笑话也不少。主持人问他为什么不喜欢穿花衬衫，他回答驾驭不了，驾驭说成了驾权，不会的词还是别用了。他说自己喜欢基数，然后举例，比如说50、10、30，重新定义什么是基数。旁边的主持人一脸懵，这应该是小学数学的内容吧。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场面，吴宣仪不知道8乘以7等于多少，算了半天说是42，包文婧连1+4都算不出来，竟然还笑眯眯的，并不以此为耻。杨幂把莘莘学子的莘读成心，而他此前一直是学霸人设，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另外，这场风波还有一个潜在的恶劣影响，那就是像王一博这样有人气、有影响力的明星，如果一再暴露真实的文化水平，那么对他的那些低龄粉丝都会有影响。试想一下，这样的实力水平还能赚大钱、享受拥戴，这是什么正向影响吗？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一呼百应的流量明星一到严肃电影就要转型的时候，似乎全世界都开始不买他们的账？我们来看一张2016年的照片，你或许就能明白点什么。中国新闻周刊2016年影响中国年度人物，当鹿晗与作家刘震云、戏剧导演田沁鑫、经济学家李稻葵、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并在一起时，相信很多人心里蹦出来的第一句话是凭什么？没错，并非鹿晗的作品一文不值，而是他的作品能否配得起这个高位。就像王一博在无名中的表现不差，甚至还略有惊艳，可是出品方老板于东在电影公映前是这么给观众预期的，不输梁朝伟。在中国，这是对一个男演员的极高评价。王一博在电影中表现不错是真话，但把他跟梁朝伟架在一起比还不输，这就有点像鹿晗在2016年中国新闻周刊封面的尴尬了。一个人的才华配位才能服众，可偏偏流量明星总是伴随着言过其实的褒赞，即便是他们想要认真转型，比如2022年孟美岐在电影《我心飞扬》里表演有所突破，就被吹捧上了热搜。其实有网友扒出，在与专业运动员训练的一场戏中，只有孟美岐的手臂不是撑直角，所有都是表演的细节和质数。所以为什么多数人开始不买流量明星的账？一是过去他们站在流量巅峰，却没有足够分量的作品配位；二是被各种营销过度、夸张吹捧惹人反感，最终被流量反噬。这也导致流量二字如今在演艺圈越来越敏感，甚至已经成为讳莫如深的深水区。但流量并非原罪，在中国，如果真以流量计算，沈腾在电影圈也算是顶流的存在。无数电影因为沈腾的这颗票房灵丹妙药赚得盆满钵满，甚至还催生了韩腾亮这一说法。
可是2023年春节，沈腾在电影《满江红》里逗得能让你发笑，严肃也能把你拉回国家大义，舍生忘死。他的表现说明了流量没有过错，演技才是王炸。因此回到表演这个话题，流量明星如何才能成为演技派，转型成功呢？一是要忘记本我。杨幂曾经说过一句话，少女永远在我心里，所以宝贝儿里的她即使毁容扮得再丑，也不免有一个瞬间忽闪忽闪的眨眼，让表演露了怯。从电影工业的角度讲，演员的脸很容易扮丑，可是从心里扮丑就是一个认知问题了。刘德华不止一次回忆，当年自己还是偶像派的时候，拍《天若有情》，每次摘头盔都会耍帅撩发，被影片监制杜琪峰破口大骂 shit， 你们这些偶像爱美如命。只有打破自己心里的人设，才能由内及外让观众相信你的新角色。二是真听真看真感受，翻译过来就是准确的表演。说起来，流量明星似乎个个都懂，结果却很多人一无所知。比如《大话西游》，周星驰演的真是一只泼猴妖猴，而黄子韬在剧版《大话西游》里就像是咬碎了后槽牙对周星驰的模仿。更别提每次聊表演，我都爱用一张图，请问他是在发火还是悲伤？相比之下，同样都是青年演员，有多少人被电视剧《三体》王子文漂亮的双眼背后所呈现的叶文洁逐渐暗淡的灵魂所折服？说明了有着偶像一般的漂亮外表，并不会成为演技的绊脚石。又有多少人为狂飙张颂文那让人欲罢不能的表演而狂热？说明了流量虽然带不来演，但精湛的演技却可以带来汹涌全国的流量。所以当观众们开始对流量明星们吹毛求疵的时候，说明演艺圈的天已经变了。一是我们对文艺作品好的标准正在回归，二是流量明星也终于有了一次用实力为自己证明的机会。最后，当流量这个词不再偏贬义，而是与备受观众认可的业务能力息息相关时，我们必然收获一群真正的好演员。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